沉浸于有趣、可理解的内容里学习中文。欢迎来到沉浸中文 Real Chinese Talk 沉浸式中文学习播客。这个播客适合于中等水平及以上的中文学习者。在你可以理解的水平上，我用中文讨论有趣、日常的话题，创造中文沉浸式学习环境。我是你们的主播秋月。正在学习中文的你，有没有使用过一些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呢？知道并且使用这些社交媒体软件，对你的中文学习其实非常重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中国呢，它有自己的社交媒体软件。如果你想真正的知道中国人正在讨论什么，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怎样的，他们在关心什么事情，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中国的社交媒体和国外的不一样，有哪些平台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我们来一起看看吧。首先，我们得说说为什么中国的社交媒体和国外的这么不一样。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呢是中国有互联网防火墙，所以很多国外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境内其实是用不了的。比如说常见的 Instagram、Twitter、Reddit 之类的软件，在中国大陆境内都是没办法访问的。但同时，中国的用户还是有很强的社交的需求，并且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很多中国公司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发了许多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主要的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都有哪些吧。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微信。我估计在中国，任何一个有智能手机的人都有一个微信账号。微信呢，主要是一个聊天工具，类似于 WhatsApp， 但除此之外呢，还包括很多其他的功能。一个常用的功能呢，就是朋友圈。你可以在朋友圈分享生活动态，看看朋友们的更新。这个功能呢，类似于 Instagram， 但不同于 Instagram 的是，你需要加了某个人的账号之后，才可以看到这个人的朋友圈。另一个常用的功能就是公众号，这主要是获取资讯的平台。很多博主和媒体会在上面发表文章。我也有一个公众号，平时会发一些自己写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功能之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支付功能，在中国旅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用微信支付付钱，甚至是路边的小商贩都可以用微信支付。对于中文学习而言，微信呢，你可以用来和中国的朋友保持联系，看他们的朋友圈，来阅读非正式场合下的中文。同时呢，你还可以阅读公众号里的文章，来练习阅读中文文章的能力。接下来呢，是小红书。
小红书和 Instagram 很类似，发表的内容必须有图片或者视频。上面有许多用户自己创作的内容。小红书一开始呢，主要是购物、旅行、化妆方面的一些心得和推荐。后来用的人越来越多，分享的内容也变得很多样。现在小红书上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并且都是用户自己的真实体验的分享，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有用的信息。现在中国很多年轻人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都会开始用小红书来搜索答案，而不是去用搜索引擎来寻找答案。我认为小红书是一个很适合利用碎片时间来阅读中文的一个平台。接下来呢是微博。微博类似于国外的 Twitter， 你可以发短消息、图片以及视频。你还可以关注你喜欢的明星、博主、新闻，甚至是公司的账号等等。微博的热点话题更新很快，是了解中国热门话题最新动态的一个好地方。在上面很多微博博主呢，都会在微博上和粉丝互动，所以也是一个阅读非正式中文的一个地方。稍微提一下，微博这个名字里，微就是微小的意思，博呢来自于 blog， 所以微博的意思呢就是短小的 blog。 接下来的一个平台就是哔哩哔哩，这个接近于我们熟悉的 YouTube。 在 YouTube 上传的创作者被称为 YouTuber， 而在哔哩哔哩上创作者则被称为 UP 主。 UP 就是 upload 上传，主呢就是主人的意思。哔哩哔哩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二次元文化的视频网站，很多动漫爱好者会在上面分享和观看视频。现在呢，哔哩哔哩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覆盖了音乐、游戏、科技、生活等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如果你喜欢视频形式的内容，并且偏向于通过视频来学习中文的话呢，哔哩哔哩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哔哩哔哩最有特点的一个功能就是弹幕。弹呢就是子弹的意思，幕则是屏幕，也就是你在观看视频的时候可以发表评论，而这个评论会在视频上出现。通过这些弹幕，你可以了解中国的一些网络用语。最后一个平台呢是豆瓣。豆瓣最初是一个书、电影和音乐推荐以及评论的网站，现在呢已经发展成一个很综合的社区。除了在豆瓣上看到电影呀、书籍或者音乐的评分和评论之外，你还可以加入各种小组，讨论感兴趣的话题。豆瓣的用户群体相对来说比较文艺，非常适合喜欢文化生活的人，也是一个了解中国人对书籍、电影、音乐评价的好地方。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看书或者电影的话，这个平台就很适合你了。当然，除了上面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之外呢，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抖音，也就是 TikTok 的
的中文版，以及快手，也就是抖音的竞争对手等等等等。但上面这几个社交媒体平台可以说覆盖了中国最主要的一些社交媒体平台以及各种形式的内容。如果你觉得上面的社交平台还不够的话呢，我会在我的下一封 newsletter 里介绍另外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你可以在上面找到所有面向中文母语者的播客。感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 newsletter。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